你以为翻篇是强迫自己忘掉，你以为翻篇是把过去的刺硬生生拔掉，然后假装伤口不存在。真正的翻篇从来不是遗忘，真正的翻篇是你依然记得那根刺曾经扎在心里，可当你再次想起它的时候，呼吸已经是平的，身体已经是松的，像翻开一本旧日记，字迹还在，故事还在，只是你不再被它刺痛了。如果这段话轻轻碰到了你心里的某个角落，点一下订阅，我们一起把旧页慢慢翻过去。谢里安娜·波伊尔在翻篇里写下这句话的时候，她自己也正被生活里的刺扎得喘不过气。她把那套方法命名为 CLEANSE， 7个字母，7个动作：清理、内省、散发、激活、滋养、臣服、放松。他说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心理学，这是你可以每天花几分钟就完成的情绪排毒。你不是不会翻篇，你只是从来没有被正确教过，你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跟自己的情绪较劲，你越是用力想把它压下去，它就越是在身体里生根，你越是告诉自己要坚强它，就越是在夜里偷偷长出新的刺。你不是脆弱，你只是还没学会怎么让情绪真正流走。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总是在同一段情绪里打转，同一件旧事，同一个遗憾，同一种自我责备？白天你把它们塞进抽屉，夜里它们自己爬出来。你以为自己在等待一个交代，一个道歉，一个公平的结局，可那个结局永远不会来。你把受害者的身份当成保护壳，你以为只要你还在痛，就证明那件事真的很重要。你以为只要你还在等，就证明你还没有彻底失败。可保护壳越来越厚，壳里面的空气越来越少，你开始对任何不确定都感到恐惧。你不敢做决定，你不敢降低期待，你甚至不敢好好休息，因为休息意味着你要跟那些堆积的情绪面对面。你以为自己在坚持，其实你只是在用内耗换取一种虚假的控制感。那些负面情绪从来不是敌人，可怕的是你选择放弃自我意识。你把方向盘交出去，让情绪替你开车。你越是缴械投降，生活就越是把你困在原地。你开始发现自己对生活里细小的变动都过度敏感。一句无心的话能让你反复回味很久，一个未读的消息能让你心跳加快，一个旧照片突然弹出能让你整晚睡不着。你以为这是因为你记性好，其实这是因为那些情绪还没有真正流走。它们像河底的石头，表面上被水盖住，其实一直在那里。水流经过的时候会发出滴滴的声响，你听不见，可身体一直在听。你开始用忙碌来掩盖，用刷手机来填满空隙，用不停的分析来假装自己在处理，可分析越多，越觉得自己无力。你把过去的某个人或某件事放大成全部的自我，你以为只要那件事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你就没有资格好好过现在的日子。你把等待当成忠诚，把疼痛当成证明，把内耗当成认真生活的证据。可真正认真生活的人不会把自己困在原地，真正认真生活的人会学会怎么把旧页轻轻翻过去。现在请你把注意力从脑子里的故事拉回到身体，这是第一步，清理。不是清理掉情绪，而是清理掉你对情绪的反应性。你坐下来，脚踩实地面，双手放在大腿上，先感受呼吸，不需要深，只需要真实，然后在心里轻轻说一句：我现在感觉到了，把模糊的一团情绪标签化，是胸口发紧，是喉咙发堵，是胃里像有石头，还是后背像被什么东西压着？从脑子到身体，从抽象到具体，看见它，给它一个位置。不要急着分析为什么，不要急着评判自己不该这样，只是看见，像看着房间里积了灰尘的角落。你不需要立刻打扫，你只需要承认灰尘在那里。你可以把那团感觉想象成一块灰色的布，轻轻盖在胸口，或者像一缕烟，慢慢升起又落下。你只是看着它，不推开，也不抓住，
呼吸还是原来的节奏，吸进来，呼出去，脚底还是贴着地面，手心还是温热的。这一步做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脑子里的声音小了一点，不是消失，只是退到远处，像收音机被调低了音量，你可以再多停留一会儿，感受那团感觉的边界，它是大还是小，是重还是轻，是固定不动还是在缓慢移动，给它一个形状，给它一个颜色，给它一个温度。做这些的时候语气要轻，像在跟一个很累的孩子说话，不要催促他离开，不要强迫他变小，只是看见，看见本身就是清理的开始。你曾经以为清理就是把情绪赶跑，现在你知道清理是把注意力从故事里拉回到真实的身体感受。故事会夸大，身体不会说谎。当你开始用身体去感受，而不是用脑子去评判的时候，情绪的力量就悄悄减弱了一点。你可以继续感受脚底的支撑，感受大腿与椅子的接触，感受空气进出鼻腔时那一点细微的温差。这些真实的触感会把你从脑海的漩涡里一点点拽回来。清理不是一次完成的，它是反复练习的习惯。每一次你愿意看见，每一次你愿意给情绪一个位置，你就在慢慢拆掉那些自动反应的开关。你也可以把那团感觉想象成一块湿润的海绵，轻轻按一按，感受它的弹性，或者想象它是一颗小小的石子，躺在手心，你不需要扔出去，只需要知道它在那里。清理的本质是把模糊的痛变成清晰的感觉，清晰了就不那么可怕了。第二步是内省，把目光从外面的人和事收回来，问自己一个很轻的问题：此刻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对方给我什么，不是过去重新来过，是此刻我的身体和心需要什么。也许是一次完整的呼气，也许是允许自己今晚什么都不做，也许是承认我已经尽力了。内省不是自我批判，内省是把镜子转向自己，温柔地照一照。你可以把手轻轻放在心口，感受手掌下的起伏，问自己：我现在是不是在等一个不会来的答案？我是不是在用疼痛证明自己的价值？我是不是把过去的某个人或某件事当成了全部的自我？这些问题不需要立刻有答案，只需要你愿意问。问的时候语气要轻，像对一个很累的孩子说话，不要责备，不要催促，只是问，然后听一听身体给出的回应。也许是一阵酸胀，也许是一声叹息，也许是突然想哭，都没关系。内省的本质是把注意力从外部的战场收回来，放回自己真正能掌控的地方。你可以再问得更细一点，我现在是不是在用忙碌逃避？我是不是在用分析代替感受？我是不是害怕一旦松手就再也抓不住什么？这些问题像小锤子，轻轻敲一敲心里的硬壳，硬壳不会一下子碎掉，可每一次轻敲都会让它松一点。内省的时候不要急着给自己贴标签，不要急着说自己有问题，只是看见自己正在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。保护本身没有错，只是有些保护方式已经过时了，他们曾经帮你撑过最难的日子，现在他们开始让你喘不过气。看见这一点本身就是松动。你可以继续问，如果我不再等那个交代，我今天还能做什么？如果我不再用痛来证明重要，我还能怎样对待自己？如果我允许自己今晚什么都不解决，身体会不会轻松一点？这些问题不需要答案完美，只需要你愿意把问题留给自己，而不是继续扔给过去。内省是把镜子从别人脸上转回来，照一照自己真正的需要，照一照那些被忽略很久的疲惫。第三步是散发，情绪需要出口，压抑只会让它变成毒素。你可以哼一声，可以轻轻叹气，可以在安全的地方让眼泪流一会儿，可以把手掌放在胸口，感受情绪像水流一样经过，不需要把它推走，只需要让它经过，像打开一扇窗，让房间里的浊气自己散出去。
你可以想象那团情绪变成一条小河，从胸口流到手臂，再流到指尖，然后滴落到地面，消失在泥土里。你也可以轻声说出它的名字：委屈、愤怒、失望、恐惧、羞耻。说出名字的时候声音不用很大，只要自己能听见就好。说出名字是在告诉大脑，我看见你了，你不是无名的怪物，你是有形状的，有边界的，可以被看见的。散发不是发泄，发泄往往带着攻击性，散发是允许流动，是给情绪一条安全的通道，让它经过你，而不是停留在你身体里生根发芽。你可以尝试把声音放出来，哪怕只是很低的一声行，或者轻轻的一声啊，声音会震动胸腔，震动会让情绪有地方走。你也可以写下来，不用写成完整的句子，只是把那些词丢到纸上，写完可以撕掉，也可以收起来。重点不是留下什么，重点是让它从身体里移到外面。移出来的那一刻，你会感觉胸口松了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是真实的。散发的时候，不要要求自己哭得很彻底，也不要要求自己立刻轻松，只是给它一条路，路开了，它自己会走。你可以想象窗户打开后，风轻轻进来，浊气慢慢出去，房间的气味一点点变轻。你不需要用力吹，只需要把窗打开。情绪也是一样，你不需要用力推，只需要允许它经过。你也可以想象那条小河继续往下流，流过手腕，流过掌心，流到指尖，再滴进泥土。泥土会接住它，不需要你负责它去哪里，你只需要让它离开身体。第4步是激活，不是强迫自己快乐，而是在身体里重新接通一点微小的生机。想象一个让你感到安全的画面，可以是阳光照在地板上，可以是一杯温水，可以是一个人轻轻点头的样子，让那个画面在胸口展开一点点。激活不是假装没事，激活是告诉大脑还有别的故事可以写。你可以轻轻动一动手指，感受指尖的温度，可以慢慢转动脖子，感受肌肉的拉伸，可以想象自己站在一条小河边，水声轻轻响着，风从脸上吹过。这些微小的感觉会提醒你的神经系统，此刻你是安全的，此刻你还有选择。激活的重点不在于画面有多美，而在于你愿意把一点注意力从痛苦上挪开，挪到一点新的可能性上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足够让大脑开始重新连线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手里多了一点光，那点光不需要很亮，只需要你感觉到它在，然后让那点光慢慢扩散，到手臂，到肩膀，到后背，到脚底。扩散的时候，呼吸保持自然，不要用力，只是允许。激活是在告诉身体，除了疼痛之外，还有别的感觉可以存在。当身体重新尝到一点安全的味道，它就会慢慢愿意松一点。你可以再多停留在那个安全的画面里，感受阳光的温度，感受水的触感，感受风的流动，让这些感觉在身体里多待一会儿。它们会像小种子一样，慢慢在你紧绷的系统里发一点芽。你也可以想象自己坐在窗边，阳光刚好照到膝盖上，那一点暖意就够了。激活不需要宏大，只需要真实。第5步是滋养，给自己一点真实的照顾，不是宏大的改变，是喝一口水，是把肩膀放下，是对自己说一句你已经够努力了。滋养是把能量从对抗里抽回来，重新喂给自己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茶，茶香慢慢升起，你把杯子靠近嘴唇，感受热气，然后轻轻喝一口，让那点温暖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落到胃里。这一口茶不需要解决任何问题，它只是在告诉你，你值得被温柔对待。滋养也可以是允许自己今晚什么都不做，不回复消息，不反思自己，不强迫自己变好，只是坐着或者躺着，让身体自己恢复一点力气。
滋养的本质是重新建立和自己的连接。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给过去的伤口，你开始把一点注意力留给现在的自己。你可以把手放在自己的手臂上，轻轻拍一拍，像安慰一个很累的人。你可以说，你已经走了这么远，你可以停一会儿。这些话不需要说给别人听，只需要自己听见。听见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点软，那一点软就是滋养开始生效的地方。滋养不是宠自己到放纵，滋养是把长期紧绷的弦稍微松一点，让血液重新流到被忽略的地方。你可以继续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照顾，调整一下坐姿，让后背靠得更舒服一点，闭上眼睛休息几秒，或者只是感受手心的温度。这些微小的动作都在告诉你的身体，我在这里，我看见你了，我愿意照顾你。你也可以给自己倒一杯温水，慢慢喝，感受水划过喉咙的触感。这一口水就是滋养，它不解决过去，它只是喂养现在。第6步是臣服，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过去已经过去，允许有些人永远不会道歉，允许有些事永远不会得到公平的解释。臣服不是放弃，臣服是停止跟现实拔河。你松开手指，那根绳子自己落下去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手里一直握着一根很粗的绳子，绳子的另一头连着过去的某个人、某件事、某个未完成的结局。你握得太久了，手心已经磨出茧，手指已经发僵。现在你只需要轻轻张开手指，让绳子自己滑落。你不需要把它扔得远远的，你只需要不再用力握着。臣服的时候，心里可能会涌起一阵空落落的感觉，那是正常的。那是因为你终于不再用紧张来填满内心。空落落不是失去，空落落是空间，是新的东西可以进来的地方。臣服不是说你不再在乎，而是说你不再用在乎来伤害自己。你可以在心里轻轻说，我允许这件事已经发生，我允许我曾经很痛，我允许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不要强迫自己相信，只是允许它们存在。允许的力量比对抗大得多，对抗会让绳子越勒越紧，允许会让绳子自己松。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突然失去了什么，其实你失去的只是那种紧绷的控制感，你得到的是呼吸的空间。你可以继续想象绳子滑落的声音，想象手心重新变得柔软，想象肩膀不再那么用力。臣服是一次一次练习松开，不是一次就永久松开。每次情绪又把绳子塞回你手里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再轻轻张开手指一次。你可以想象那根绳子慢慢变细，变轻，最后自己落进泥土里。你不需要负责它去哪里，你只需要不再握着。第7步是放松，不是彻底清空，是让身体回到一种可以呼吸的状态。你依然记得，可你不再需要时刻握紧拳头，你的呼吸变平了，肩膀松开了，像把一本旧书轻轻合上，放回书架。它还在，可它不再压在你胸口。放松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脚底和地面的接触，感受椅子对自己身体的支撑，感受空气进出鼻腔的细微温度差。这些细小的感觉会提醒你，你还在这里，你还活着，你还可以选择下一步怎么走。放松不是终点，放松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是你从内耗里稍微抬起头来，看一眼眼前真实的世界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把那本旧书合上，封面有点旧，边角有点磨，可你知道它已经回到它该在的位置，书架上还有很多空位，可以放新的故事。放松的时候，不要要求自己立刻开心，只是允许身体比刚才松一点，松一点就够了。这一点松会慢慢累积，变成你真正能感受到的轻松。你可以继续感受呼吸的节奏，感受胸口的起伏，感受身体与椅子之间那一点真实的支撑。这些感觉会把你稳稳地放回当下。你也可以想象自己靠在一张柔软的椅子上，后背被完全接住，
腿不再用力，手心朝上。放松不是什么都不做，放松是允许身体回到它本来的节奏。这7步不是一次就能做完的魔法，它们是可以反复练习的动作。像每天把抽屉打开一点，把灰尘扫出去一点。你不需要等完美的时机，不需要等自己足够坚强，你只需要在下一次情绪涌上来的时候，记得先回到身体，先看见，再松手，再让它流，再给自己一点新的方向。改变发生后的样子，不是你变成另一个人，不是你把过去彻底删除，而是你想起那件事的时候，呼吸还是平的，身体还是松的，像读完一本旧日记，字迹清晰，故事完整。只是你已经站在今天的房间里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你知道自己可以合上它，然后去做下一件很小的事。有些路必须独自走，可独自走并不等于孤单，那是你的脚步声，一步一步把旧页翻过去，把新页轻轻打开。你开始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被旧情绪卷走，旧事还会浮现，可浮现之后，你会记得先回到身体，先贴一贴地面，先感受呼吸，然后轻轻做一遍清理，内省、散发、激活、滋养、沉浮、放松。每一次练习都像在心里多开一扇小窗，风会进来，浊气会出去，房间会慢慢变得透亮一点。你不会突然变成一个没有伤痛的人，你只会变成一个知道如何与伤痛相处的人。你依然会记得那些刺，可你不再让它们决定你今天的呼吸节奏。你依然会偶尔感到空落，可你知道空落不是终点，空落是空间，是你可以重新选择的地方。你开始允许自己在疲惫的时候真正休息，允许自己在委屈的时候真正哭一会儿，允许自己在做不到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。这些小小的允许会一点点改变你和自己的关系。你会发现内耗不再是唯一的背景音，你会发现生活里还有别的声音，水声、风声、自己的脚步声。你开始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先感受一下身体，而不是立刻被旧思绪淹没。你开始在晚上睡前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，而不是用刷手机把所有空隙填满。你开始对自己说话的语气变软，不再那么苛刻，不再那么急着要求自己立刻好起来。这些变化很小，小到别人可能看不出来，可你自己知道。你知道自己比以前松了一点，比以前能呼吸一点，比以前更愿意把目光放在当下一点。真正的翻篇就是这样发生的，不是轰轰烈烈的一夜之间，而是一次一次小小的选择，一次一次回到身体，一次一次看见，一次一次松手，一次一次让情绪流走，一次一次给自己一点新的方向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那些旧刺虽然还在，可它们已经不再轻易刺痛你，它们变成了旧日记里的字迹，清晰完整，却不再决定你今天的心情。你依然会想起，可想起的时候呼吸是平的，身体是松的，像翻开一本已经合上很多次的旧书。你知道故事还在，你也知道自己已经站在新的一页。你可以继续往下读，也可以轻轻合上，去做一件很小的事，泡茶，拉开窗帘，或者只是对自己说一句今晚可以早点睡。这些小事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可它们是你重新和自己连接的证据。它们证明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锁在过去，你开始把一点注意力留给现在，留给这个还能呼吸，还能选择，还能温柔对待自己的人。你可以把这7个步骤写在一张小纸上，放在枕头边，或者存进手机备忘录。下一次情绪又开始打转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，你只需要打开那张纸，从头做一遍。清理的时候把模糊的感觉说清楚，内省的时候把问题问清一点，散发的时候给情绪一条出路，激活的时候找一点微小的生机，滋养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真实的照顾，沉浮的时候松开那根绳子，
放松的时候让身体回到可以呼吸的状态。每一次你这样做，都是在告诉自己，我不再把方向盘完全交给情绪，我开始重新拿回一点控制权。控制权不是控制别人，也不是控制过去，控制权是控制自己如何回应。你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永不跌倒，而是跌倒之后知道怎么慢慢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方式不是咬牙切齿，而是一次一次回到身体，一次一次看见，一次一次松手，一次一次让情绪流走，一次一次给自己一点新的方向。你不再把内耗当成生活的常态，你开始把轻松当成可以练习的技能。你不再害怕空落落的感觉，你知道那是空间，是新的可能性可以进来的地方。你不再用疼痛证明自己还在乎，你用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还在乎。真正的在乎从来不是把自己困在原地，真正的在乎是愿意让自己往前走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是真实的。你可以在练习的时候给自己多一点耐心，不要因为一次没做好就否定全部。情绪的流动不是直线，它会反复，它会回潮，可每一次你愿意回到这起步，多一点选择，多一点呼吸的余地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每天都在给心里的房间做一点清洁，不是彻底翻新，只是打开窗户，扫一点灰尘，让光线进来一点。时间久了，房间的味道会变，空气会变，你站在里面的感觉也会变。你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在想起旧事的时候不再立刻紧绷，可以在感到委屈的时候先把手放在心口，可以在想要逃避的时候先问自己此刻真正需要什么。这些小小的转变会慢慢累积成一种新的习惯，一种新的和自己相处的方式。你不再把自己当成需要被修理的坏掉的东西，你开始把自己当成需要被温柔对待的活生生的人。你开始明白，有些伤口不需要被彻底抹去，它们只需要被看见，被允许，被放回该在的位置。真正的翻篇从来不是把过去从人生里删除，而是把过去从驾驶座上请下来，让它坐到后排，或者干脆放到后备箱。你依然知道它在，可你不再让它决定方向盘往哪转。你可以继续练习这7步，清理的时候多停留一会儿，把感觉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内省的时候把问题问得更轻一点，散发的时候给情绪更宽的通道，激活的时候找更微小却真实的生机，滋养的时候给自己更具体的照顾，沉浮的时候把手指张得更开一点，放松的时候让身体多感受一点支撑。每一次练习都是一次小小的回家，回到身体，回到呼吸，回到当下这个还能选择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轻松不是永远没有情绪，而是情绪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让它经过，而不是让它驻扎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永远坚强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软下来，什么时候可以停一停，什么时候可以对过去轻轻说一句，你已经发生了，我看见你了，我允许你在，可我不再让你决定我今天怎么呼吸。你也可以在白天的某个空隙里做一遍简化版，只做清理和放松，只做内省和滋养，只做散发和沉浮，不需要完整7步，只需要你记得回到身体。你开始在通勤的路上感受脚底，在排队的时候感受呼吸，在等人的时候问自己此刻需要什么。这些碎片时间也会变成练习，练习多了，身体会记得，情绪来的时候它会自动提醒你。先看见，再松手。你开始发现自己对旧照片的反应变淡了，对未读消息的心跳不再那么剧烈，对无心的话不再反复回味一整晚。不是因为你忘了，而是因为那些情绪已经流走过很多次，它们不再那么锋利。你开始允许生活里有不确定，允许有些问题没有答案，允许自己在做不到的时候休息。这些允许会一点点扩大你内心的空间，空间大了，新的东西才进得来，新的人，新的事，新的感受，
新的可能。你不再把过去当成唯一的故事，你开始愿意写下一页，哪怕下一页只有一行字：泡一杯茶，拉开窗帘，早点睡。这些小事就是新页的开头。你可以把7步做成早晚的固定仪式。早上醒来先清理一次，感受身体；晚上睡前再放松一次，合上旧书。时间久了，仪式会变成习惯，习惯会变成新的本能。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用力记住这些步骤，身体自己会走。你开始信任这种流动，信任情绪来了会走，信任自己可以接住自己，信任空落落之后会有新的东西长出来。真正的翻篇就是这样一点点发生的，不是突然的奇迹，而是反复的温柔练习。你值得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，你值得在旧词还在的时候依然能平缓呼吸，你值得在故事还清晰的时候依然能把书合上，去做下一件很小的事。愿你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学会，真正的翻篇从来不是把过去抹掉，而是把过去放回它该在的位置，让它成为书架上的一本旧书，而不是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。愿你每晚合上眼睛之前都能感觉到身体比昨天松一点，呼吸比昨天平一点。愿那些曾经扎得你喘不过气的刺，在一次一次练习里慢慢松动，最后变成你可以平静翻阅的旧页。如果那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？也许是泡一杯茶，也许是把窗帘拉开，也许是对自己说一句今晚可以早点睡。不需要答案完美，只需要你愿意把目光从过去轻轻拉回当下。愿你今晚睡得安稳，愿那些扎在心里的刺慢慢松动，愿你在合上旧书的那一刻感受到真正的轻松。晚安，你可以在明天醒来的时候再试一次，先感受脚底，先感受呼吸，先问自己此刻需要什么，然后一点点做下去。清理、内省、散发、激活、滋养、沉浮、放松，不需要一次做完所有，只需要你愿意开始。开始本身就是翻页的动作，哪怕只翻一点点，也是真实的。你值得用更温柔的方式对待自己，你值得在旧词还在的时候依然能呼吸，你值得在故事还清晰的时候依然能把书合上，去做下一件很小的事。愿你慢慢找到那种呼吸是平的，身体是松的感觉。愿你在想起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今天。愿你今晚真正休息一会儿。晚安。你可以把这7个字记在心里：清理、内省、散发、激活、滋养、沉浮、放松。下一次情绪涌上来的时候，先做第一步，看见身体，给它位置，然后一步一步往下，不急不赶，只是陪着自己走完这一小段。走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胸口松了一点，肩膀低了一点，呼吸顺了一点。这一点点就是翻篇的痕迹，累积起来就会变成真正的轻松。你不再需要假装忘记，你只需要记得怎么让情绪流走，怎么让身体回到可以呼吸的状态，怎么把自己从过去的驾驶座上请下来。你开始明白，真正的陪伴不是别人给你答案，而是你愿意一次一次回到自己身边。用这7步轻轻接住自己，接住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，泡茶，拉开窗帘，早点睡。这些小事会一点点把你带回当下，带回这个还能选择，还能温柔，还能翻页的自己。愿你在每一个想起旧事的夜晚，都能先回到身体，先做一遍清理。愿你在每一个感到空落的清晨，都能先问自己此刻需要什么。愿那些旧刺在一次次练习里慢慢变成旧页。愿你合上书的时候，心里是安静的，身体是松的，呼吸是平的。如果你也想在往后的日子里继续被这样温柔的提醒，点一下订阅，我们一起慢慢练习，把旧刺变成旧页，把呼吸练得更平一点，把身体练得更松一点。晚安。